那么今天下午的这个视频，我们主要来聊一聊港股的招云集团，这也是咱们的粉丝的约稿，想了解一下这只港股后期整体的一个走势。那么从目前月线来看，从相对的低位反弹到3块钱上方，那么此处从整体的结构，它也是出现了一个三波形态，反弹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后期的变化存在两种预期。一种是起手的反弹，第一波它内部形态只是3波就草草结束了；另外一种，它会从相对的低位往上的反弹，它出现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当前两种预期同时存在，概率也基本上不分胜负。那下来我们具体从波浪理论角度来分析一下后期存在哪几种变数，以及后期下方存在的变数当中的支撑区域在哪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港股整体上市的时间应该不是特别长，21年的3月份至今，那么大概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在这4年半的时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这个长期下跌走势，最高点是出现在 9.36 港币，最低点是出现在24年1月份的 1.26 港币。那从前一阶段的走势，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它是处于一个五浪下跌的五浪已经出现了。1、2、3、4、5。那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下跌五浪结束之后会出现一个反向的 ABC 形态，并且这个反向的 ABC 整体的反弹幅度它要满足一定的要求。那从目前的反弹力度来看，它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压力位 0.236 的触及。那后期这个整体走势走完大概率是会进入到这个 0.382 到 50% 这个区域具体的价格区间也就是 4.30 到 5.30 这1块钱港币的一个区间。那从当前的反弹力度来看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那刚才我也说了，向上反弹的幅度它存在 ABC 3波。那么从目前当前完成的幅度来看，它应该还处在这个 A 浪当中。那下来我们具体再看一下周线图，它这个反弹的内部结构。因为以往大周期的反弹或反转，起始的第一轮行情有可能出现3波，也有可能走出5波那目前我们来看的是它完成了1、2、31、2、3。那后期有没有可能继续向上冲击这个之前反弹的高点呢？有可能。那这里我们首先要说第一种预期，拉出黄金分割，同时之前的每一波走势我们定义为这是 A 浪1，回撤的 A 浪2，再次上涨的 A 浪3。那现在我们主要是来看到下方的一个支撑区域，就是目前所处的这个 0.382 到 0.5 这个区域，也就是 2.60 到 2.40 这个区域。同时我们要观察一下 A 浪2的它之前所用的一个时间跨度，大致是用了13周的一个调整时间。那截止目前我们看到这次调整它仅仅是4周从调整幅度来说的话也远远不够。如果此处出现的是一个 A 浪4的调整，那么它大致需要的时间应该是8到10周，然后再次向上走出这个 A 浪5、A4、A5， 这样就会完成第一种预期当中比较乐观的 A 浪走5波引导楔形这样一个形态，引导楔形，这是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我们常见的，也是 A 浪它只有3波形态，它就草草结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拉取的黄金分割应该是一个整波形态。如果按照整波形态来看的话，那这个后期 A3 结束之后，反向的会出现 B 浪的调整3波B 浪调整3波，它可能最终的调整目标它会进入到这个黄金分割 0.618 到 0.764 的这个区域，也就是 1.70 到2才会结束这个所谓的B 浪调整。那届时我们才可能会迎来中期的再次的 C 浪上涨C 浪上涨。当然这个 C 浪上涨大概率会内部会走出一个5波形态5波形态，这是 C 浪上涨。那其实现在我们重点观察的就是近期的这个调整近期这个调整下方的支撑在 2.60 到 2.40此处是最好是不要
跌破啊，最好是不要跌破。那么同时它这一区域的时间跨度上，刚才我也说了，最好是用时这个8到10周时间来完成这一阶段调整，然后再次向上。所以当前我们还需要继续去观察这个 A4 的调整形态会不会形成上涨当中的一个攻击形态。如果跌破上述位置，那么我们只能等后期这个 B 浪3波调整到 1.70 到2这个区域之后，我们才能考虑再次介入。所以当前我个人建议是再继续观察一下此处到底是如何选择如何是2选1。目前先不要着急于去追多，因为就算你追多往上的话，那其实向上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这里我们拿波浪尺去测算一下，看到下一个压力目标位如果创了新高之后，下一个压力目标位是位于3.46附近，也就是说突破前高 3.21 之后，向上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更安全的考虑是在此处观察3到4周，等待这一阶段看它具体会怎么完成这样一个调整的形态当然它还有一种更小的概率，它会延续这个 A3 其实没有走完， A3 它会内部再创一个高点，那届时可能我们这个黄金分割要重新拉取如果它强势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预期这个 A4 A5 出现的概率大一些，而不是这个 B 浪3波出现的概率大一些。所以当前等待其实也是交易的一种方法，等待它的波浪形态完整，等待它的结构出现更清晰的或者更我们常见的一种这种结构，以便于我们后续去参考这种结构做下一步的一个操作动作。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感兴趣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留言。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好，今天下午关于港股招云集团的波浪结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